今天我过来给这棵大桃树做一下矮化的处理。我这棵大桃树已经有好多年了。去年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把头部给它截短了一点，其实已经是矮了一些了。但是整体的高度呢，还是偏高的。至少我这样不用梯子是够不到上面的。像这种特别高的枝子呢，你看我跳的话都够不到。所以我最终的目标呢，就是想我能把梯子给抛弃掉，像将来剪枝啊、摘桃啊，或者是打药的话，都不用梯子，最多就是用一下这样的很矮的小板凳，就把顶部都给它够到。矮化的目标确定了呢，接下来就是要找矮化的枝头了，像这种都是比较高的，还有这边的这1、2、3这3条都是要做矮化处理的。我就先从这条最高的枝下手吧。这条枝的粗度呢，目测得有2英寸以上。像这么粗的枝干呢，只能是用锯子了。拿上锯子给它截下来。好了，锯掉了。刚才那条枝干锯完之后呢，再整体看一下空间就打开了。其实我打算从这个地方给它做矮化处理，除了它的高度适合我的要求之外，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今年像这些地方还有这个地方长出了新的枝子，这样的话我可以以后让这些枝子来继续延展发展。你像这一条的老枝，它这一段有一段很长的光秃带，就是没有芽点的，可以看到这些芽子都是干死掉的，这都是去年1年它很少能接触到光照，因为上边有那些枝子啊太密了。再往上看呢，它上边其实还是有几条不错的结果枝的，花芽也比较饱满，但是没有必要为结这几个桃子把这个干继续保留下去了。我们追求的是明年让它发出更好更多的枝来。这条我就从这儿给它截下来。哇，这枝子也还是太粗了，不太好弄啊。看这顶上的花芽还是相当不错，相当饱满的，两边有2个胖的花芽，中间一个叶芽。接着就是这条了，这一条它的高度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它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也是这儿有一个特别长的光秃带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当年被17年蝉爆发的时候给咬的都是伤痕，所以这条枝不是特别好。我也可以今年让它先结一点果，然后秋天的时候把它给截下来。再接下来就是这一条了，这一段也是特别的高，然后这一条呢，它这儿长出了枝条，这儿有枝条，这儿也萌生出来枝条了。我可以暂时先把它留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明年的时候或者冬天的时候，我再看看是不是要给它锯到这里。现在暂时先锯到这个地方。这条高出来的枝其实还有一个缺陷，就是将来长满叶子之后，它会遮住下边这一条上边的这些枝头的阳光的，所以下边的桃子就会长不好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这一条也是要给它截下来的。刚才我远处的大枝都已经给锯掉了，用锯子的环节应该没有了。现在换上我这把电动剪刀，开始修理这些中等粗度的枝干。像这一条特别明显，它是很密的，而且它将来结了果、长了叶子之后搭下来，就把这边都给遮住了。所以我要给它做一个回缩的处理。我先看看，给它缩到这儿。然后像这个头呢，它也是遮挡那边的阳光的。我从这儿给它剪掉，上边给它留2个枝结果，这2个短的也给截掉，这样留这个和这个结果，然后这个也可以结果，这条也可以结果。这样的话就留3、4条的结果的枝条，其他给它去掉。等将来果实收获之后呢，我可以再进一步的给它回缩到这个芽点或者是这些芽点的地方，这样的话这条枝就短了。像这些病伤枝再给它去除一下。像这条枝去年的时候被鹿给我咬的，这种枝子都断掉了，给它剪下来。然后头的地方也是有损伤的，我把它从这地方给它剪下来。这样的话先留这3条枝子结一下果，到时候结过果之后就给它直接输出掉了。接着就是要修理这种过密的结果枝组了，像这上边有好多的花芽，每个上面都是能结果的。像这个延伸出来太长了，而且这儿有一段是光秃的芒节，我就把它从这儿给剪下去了，然后可以留这一条，然后这一条。
像这些枝呢，虽然是有点直，但是一结果的话，立刻就给它压下去了。然后这条和它有点密了，我这儿留个芽子给它剪下来。这条呢，它是会和这个重叠的，所以虽然是能结果，但是我还是从这儿留个芽子给它剪下去。这样的话，这儿可以培养明年的结果枝。这个小枝呢，也没什么必要了。像这条也是，把这个剪下来。留这么一条、两条小枝结果，这儿给它剪下来。再往下，像这一根呢，那这个枝头肯定搭下来结果是不错的。它下边背下的小枝就不要了，这有一个干的头不要，这个呢就不要了。然后这一条呢，可以让它搭到这边来结果，这条背上呢就没必要了，就不要了。像这种延长出来的枝子，这些交叉的小枝，完全没有必要保留，都给它疏除掉。这上边根本就没有花芽，直接剪掉。还有这种背下的太弱小的，给它留个芽子剪掉。剪桃树的这些嫩枝、小枝，尤其是这种红色的枝，还是用手动剪刀更容易。像这种上边完全都是没有花芽的，就没必要保留，这种都剪掉。还有像这种两个头的，我们基本上就给它选一个，这个上边好像花芽更多一些，我们就把这一条给剪掉了。像这种小枝也是一样的，不要留它了。这背下的留它也没什么用，直接就疏除掉。这儿还有一条也是，这就直接疏除了。这地方还有特别小的小枝，上面有一个花芽，但是没有必要保留了，因为这儿结果枝已经很多了，它应该结不出特别好的果子，给它剪掉。这儿留一个芽子，将来的话这儿还能继续发芽。继续调整，这边阳光有点强，看不太清楚。但这些小枝呢，基本上不用太在乎它，直接剪掉就行了。然后就留一条这么主枝来结果。像芽子要少的地方就不要疏除，剪枝的时候稍微留一截，把它的芽子给留下来。像这种枝头呢，它就是四面八方、上下左右全都有芽子。这种呢，我们背下的给它疏除掉。像这种背下的给它疏除掉，然后背上的呢，因为两边也都有，所以背上也给它疏除。这种就直接疏除就行了，不需要留芽子，因为两边全都是芽点，而且它这背上好多地方还都有隐芽存在。然后这种小拐弯呢，也没有必要保留，可以给它疏除掉。刚才前面的这个枝，这儿还有两个小的，给它剪掉。然后这个呢，肯定是受这个影响的，而且它也是在背下，给它疏除掉。现在还有这么一条枝，然后这儿还有几个，还可以再适当的再疏除一下。比如像这个，可以给它留个芽子剪掉。这一条现在看着还可以，但是结了果之后，它肯定这样耷拉下来，然后这条也会耷下来，这上边呢应该也会垂下一点，所以它就感觉有点太低了。我也是给它疏除掉。我这个桃树的内堂呢，去年修剪过之后，它这些地方长出了直上直下的这些枝子。这些虽然算是背上枝吧，但是我是不能给它疏除掉的，一定要保留下来，因为我要做矮化处理嘛。矮化过后呢，这内堂一定要有好多的枝子，我要让它的枝子尽可能的分布均匀。这些枝呢，可以稍微的给它修剪调整一下，让它结个果子。比如这个结个果子，这个结个果子，然后这个结个果子，这上边还可以结两个果子。这样这个可以留一个芽给它剪掉。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像这些上边应该是没有果子的，就给它直接剪掉了。这个背上直接疏除掉。这个背下疏除掉，这儿有一个小枝，我可以给它短结，然后留个芽子让它长。我这边这一条枝组呢，上面所有的枝子，这样就算修剪完了。将来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如果发现有特别密的，还可以再继续调整一下。将来果实挂住膨大之后，还可以在疏果的时候再适当的调整。我一般也不会像很多这种果园剪得那么狠，如果剪太狠的话，将来万一是倒春寒呀、有冻害，或者是有暴风雪、暴风雨呀，或者将来这种小桃子被大风给吹掉太多呀，那可能你结果量就不够了。这样稍微多点枝子，等将来疏果的时候能有很多的果，我们可以再疏掉一些。像这种枝子，这种花芽算是比较饱满的，
这边的这个花芽不是很饱满，就给它去掉了。然后这边的花芽，看看上边也还是挺饱满的，尤其是顶上红的地方，这种就可以保留下来结果。像这个背上的，就直接可以给它疏除掉。然后这种小不点儿的小侧枝也完全没有必要留，这种背上的小枝疏除掉。这个呢，把它太低太矮的这儿给它截下来。这边这分叉的地方也给它截一截，这个就不要了。看现在桃树矮化处理之后呢，我可以轻轻的拉一下，然后上边这些枝就可以剪掉了。这一条也是，也可以很轻松的就把这些小枝给它剪了。这不用梯子，做起来还是轻松多了。这一条呢也是轻轻的拉下来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剪枝了。这把手动的剪刀也有点不太好用了，需要拿螺丝给紧一紧了。这转上一圈啊，修剪起来真是轻松多了，再也不用爬梯子了。像这种内堂生长出来的比较旺的枝，我都是尽可能先给它保留下来，然后上边的小枝呢可以剪掉一部分，但是要留芽修剪，让它上边将来能多冒出点芽来。这样我这棵桃树它内堂的枝条发的多了，然后我再找好的方向，也许明年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桃树再做矮化处理。而且很多这种新枝长出来之后，我可以更换掉那些老旧的枝子。我是特别喜欢桃树的，不仅仅是因为桃子特别好吃，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桃树的生长速度特别的快，可塑性特别长。你如果是头一年的修剪不当，那只要你保证留够足够的芽点，那将来的话再调整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一年就生长起来了。但是也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在疏除这些没用的枝子的时候，要想好你是给它彻底的疏除，把它芽子也剪掉，还是说要给它留个芽。如果是因为枝子背上啊、背下呀，然后它太密，两边有芽口，那你就把它给疏除。但是如果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芽点了，那你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个芽子给它留住，就不能再疏除掉了，因为疏除掉之后，后边这个地方几乎就长不出芽子了。那你如果这块光秃了，就没有芽点了。桃树是去年新生的枝子，在今年会结果，所以今年看到上边有很饱满花芽的，都是去年新生的枝子。去年结过果的那些桃枝呢，今年就不会再结果了。当然，它会延长出来那一段，那也属于是新枝，那上面也会结果。但是我们尽量还是不留那样的枝，因为那样的枝的话，它以前结过果的那一段相当于就浪费掉了，而且会导致桃树的结果枝外移，它越长越靠外，然后都在外边结果，那就不好了。一定要做好这种更新，也就是我们今年在修剪的时候要留一定的芽子，比如说现在留好的芽子，它到时候春天或者夏天、秋天长出来，那就可以作为下一年的结果枝了。还有就是今年修剪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上边是明显没有花芽的，那也没有必要让它浪费养分生长了，能疏除就尽量给它疏除掉了。行了，这就可以了。这棵大桃树的矮化处理，再加上矮化过后的修剪工作，这就做完了。整体上来说呢，还算是比较轻松的。我这2天再找个时间，给我修剪过的这些果树再喷点石榴合剂和休眠油，给除除真菌、除除虫卵之类的。这样的话，到时候病虫害就会少很多了。然后就是等着开花结果了。